据外媒报道，马尔代夫和印度两国2月2号就撤军问题都发布了声明，但是内容却是全然不同的。马尔代夫方面表示，两国官员会晤后同意，印度将在3月10号起撤军。印度方面呢，则是只字不提撤军2字，仅表示双方就一套相互可行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这两份截然不同的这个声明啊，最接近真相的是什么？这个外交啊，或者外交策略的美妙之处啊。 我就是在于同一件事情，大家都有自己符合自己的利益的解读。我觉得马尔代夫那个新政府上来以后啊，印度退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吧，啊，维护自己的主权，采取的这种正当合法的那么一个权利。马尔代夫呢，既然能够对外公布3月10号呢，印度要撤军，应该说这个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那既然马尔代夫呢都对印度能够说不，那其他的国家呢？ 这对印度来说，它的周边战略环境呢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变化。印度如果呢是对周边邻居啊始终采取这种压迫的态度，那么人家呢肯定会到时候有一定反抗。那么印度它一直声称自己执行这个邻国优先政策，它的邻国优先不是让邻国能够享受它的发展成果，而是要实现它成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这种霸主地位的这种目标。 在这个南亚8国之间，区域内贸易只占它这个对外贸易总额大概6%左右。就是说，印度和这些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少的。那么这些国家如果要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怎么办？那么只能寻求区域外的帮助，比如说和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强它的经济联系。而印度是不允许的。这些邻国对它最大的不满就是印度总是要控制其他国家，对，它要控制。 并且呢，现在非常明确的是，印度不仅想在安全方面建立以它为核心的这种南亚、印度洋地区的这种秩序，而且在经济方面呢，它也想建立这种秩序。他把马尔代夫作为他的安全战略的一环，认为他来维护印度洋的那个战略，这种战略，以后是搞不成了，至少形式上、方式方法上要采取。 那个要有所调整。好，刘先生，您觉得印度在军工领域与美国、法国、德国合作，会影响到它与俄罗斯的关系吗？它会影响它从俄罗斯进口这个武器装备的额度。这武器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呢，是多少年来它一直追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俄罗斯也有一种机会来。德法这些国家和印度加强这种军工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它有离间印俄关系的意图。 那能不能离间，那是另一回事儿。但是呢，像法国和德国是不可能把印度给军工扶持起来的。在武器方面呢，也取代不了俄罗斯的地位。俄制的有个好处，便宜可靠、耐用。因为印度的整体国民素质并不是特别高你像识字率都不是很强嘛。你要让印度大量的士兵操作西方先进的武器，没戏。况且呢，欧美的武器一个字贵只能是。 印度在俄罗斯买不着的情况之下，他再去从欧美呢买一些。今年是印度大选年，莫迪能否寻求5月份第3任总理任期，引发舆论关注。莫迪连任的关键在哪里？民众在乎的究竟是什么呢？莫迪实际上连任的关键呢，其实跟其他国家的这也一样，那就是经济嘛，拼经济是最关键的。因为老百姓呢还是要看你能不能带我过上一个好生活嘛。还有一个呢就是。 莫迪再进一步的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嘛，这是一把双刃剑。你一味的去强调民族情绪那么固然可以让印人党在影响力方面变得更强，也可以呢团结大多数的这些印度人，但是你这也是在撕裂印度社会从我们目前的判断来看呢，就是说莫迪当选呢应该是比较大概率的一个事件。虽然现在所谓的这种一党独大的这种状态引起了反对党的。 集体不满，但是对印人党，特别是对莫迪，根本构不成这个威胁。那么从经济方面呢，它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就是莫迪执政这么多年来，它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不如辛格政府时期那个高。但是呢，由于印度自己的吹嘘，然后西方国家的吹捧，大家都认为它的经济增长非常不错。它实际上现在经济增长出现一种。 K 型增长，它的经济的增长呢，并没有推动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和这个穷人，他们的这个收入的提高。莫迪他给大家
画了一个很大的饼，读了100年的那个发达印度的愿景啊，第3大经济体等等等等，可能近期看。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呢，从长远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人民党完全依靠莫迪一个人和他推进那个印度叫那个民主主义，我国际上也很活跃，但是呢，具体到能不能换成真正的选票，真正有利于印度发展这个角度来说呢，有很多问题。在对印度一项化工产品进行为期5年的反倾销措施之后，2月5号，商务部发布公告，继续对印度这项曾在过去5年占中国进口100%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为期5年。评论就认为，这是近期印度疯狂对中国实行贸易救济措施之后，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次出手。那刘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一项措施？实际上印度呢是希望能够实现3替代。所以3替代就是说，以印度制造的商品和第3国商品呢替代中国产品，以这个第3国投资加上印度本身的投资呢替代中国的投资，然后呢以印度加西方的这种生产模式来替代中国加西方的生产模式，就是说他希望通过这些替代呢，来实现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印度制造，所谓的印度的经济腾飞，然后实现他最终的大国崛起的目标。那么他现在在强行的推行这种政策，我们中国采取这项措施呢，只是对印度的一个警告。我觉得并没有想影响这个中印2国的经贸发展这种意图。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印2国的双边贸易额不降反升，现在2国已经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已经超过1300亿美元，这说明印度它的经济发展在此过程当中受惠于中国，它必须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然后在印度加工之后出口到其他国家。那么印度所采取的这些针对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打压措施，实际上对于它本身是不利的。我们是希望印度不要一味地采取针对中国企业、中国商品打压措施，而是使它顺畅的发展。日前，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印度出售31架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这笔合同总价值约合39.9亿美元的订单，被美联社称作标志着印度购买美国武器的里程碑。那石洪先生，根据您的了解，这一批 MQ-9B 无人机它的性能怎样？对于印度提升在海上的侦察和打击能力有着怎样的作用？美国呢给印度这次出售的 MQ-9B 里边是有武器的。那么这一批 MQ-9B 啊，印度将来呢是很显然要把这一大部分啊是派在印巴边境地区的，利用它的长航时，以及呢高空活动的这种优势去进行侦察监视活动。因为呢，印度一直认为啊，在高原山地，它去进行侦察监视能力比较差，你要靠人爬山越岭的话，那印度呢在高原地区它就需要部署大量的军队。战略机动性能特别之差，人员的活动范围呢又比较小的。但是这种无人机呢就不一样了 ，MQ-9B 呢，它飞行高度呢是在1万米以上活动范围呢就更大了，半径可以达几千公里啊。所以呢，它可以对大范围。那如果我不飞大范围，我就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我可以一天24小时待在天上然后不断的去进行盘旋，那么你地面上的一举一动它都可以呢进行有效的监控。而且美国呢，这个家伙也确实挺坏的，给印度卖的这一批特别贵你看31架呢，总共将近40亿美元，40亿美元了。也就是说，这套无人机美国呢是赚大钱了，因为这款 MQ-9B 美军采购价呢是3100万美元，你可以看一下，这就卖给印度就1亿多美元了，那你没办法，谁让你自己生产不了，那你只能是。在这儿去挨美国这一刀嘛？对所以这次美国人说是印度军购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对印度来说可能心里边也是挺有苦水的，也就是又给美国军火商呢送一笔钱。